最近大火的山村狐妖你看过了吗？里面展现了仙风道骨的狐家前辈，令人发指的人妖联姻，还有废弃村庄里的食人客栈，情节丰富，环环相扣。虽然网友们的评价两极分化，但在青衣我看来，其藏在玄幻背后的真实故事才是最吸引大家的地方。相传民国年间战争不断，神州大地年年闹灾荒，人们求神神不应，求仙仙不灵，被饿死的家庭数不胜数。最为出名的就是河南大饥荒。在这么绝望的情况下，就有些心怀天下的地方豪绅拿出家财赈济村民，保护一村的平安。电影里面的谢景就是以这为原型，散尽家财护住了村子3年的平安。然而这些村民不知好歹，谢家的家丁今天又赶走了2名前来借钱的赌鬼，刚好被村子里的寡妇遇见。由于谢景新婚将近，手里并无多余钱财救济村子。喂，你个糟践的货啊！越来越抠了是吧？你连米都不借了啊？就是啊，家里没米都揭不开锅了，太不是人了你！晚上村民们还聚在一起嚼谢景家的烂舌根。那我爷爷都说了，那老谢家他爷爷那辈儿是逃荒到咱村的，要不是咱父老乡亲帮着他们，他老谢家能有今天呢？贪婪丑陋的欲望刻在了无知村民们的骨子里，而这2赌鬼为了还债，还对谢景家的钱财打起了主意。他们先是买通了喜欢谢景的丫鬟，让她给新娘下蒙汗药。丫鬟为了能跟谢景在一起，最终同意了这事。成功过后的2人偷走新娘和孩子，上山献给土匪，就大功告成。而中途小胖趁同伙撒尿之时，对新娘起了歹心，幸好新娘中途醒过来，趁乱打退小胖，带着孩子逃之夭夭。而此时的谢景着急似火，在村子里到处求人，但村民们一听是土匪的差事，全都不管不顾，就连吃谢家粮最多的村长也关上了大门。现在只有你能帮我跟他们收收了，村长！行了，哥，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白他娘养你们了！你们不去，我们带谁去？但谢景并没有放弃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去的。而此时的深山里，母子还是被2人追上，被凶神恶煞的小胖死死地掐住喉咙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家丁拿着武器率先赶到，但被小胖同伙牵制住。瘦弱的小孩拼尽全力想推开小胖，但小胖早已丧失人性。就这样，新娘被活活掐死，管不上那么多的小胖，帮助同伙殴打家丁。突然，这时土匪们赶到，却没想到肉票已经被撕了。老弟挺狠的，这死刀可不行绑啊！你自个儿忙吧。走了。小胖眼见希望破碎，连忙上前诉说还有其他办法弄到谢家钱财。突然，小孩死死地咬住小胖，小胖一狠心，将小孩扔下了万丈深渊。濒死的家丁见状也站了起来，抱住小胖一起同归于尽。这又谁呀？谢家帮工的丈夫是条汉子。这老谢家我听说过，人家可救了你们村整3年，我们这些劫道的也服人。要不然老子地盘还能跑了他？影片到这里也算告一段落。最后，谢景与死去的妻子完成了刻骨铭心的冥婚，而村子也在之后流行瘟疫，全都死于非命。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公平，凭我这张嘴也难断天下事。就用影片最后的台词，希望能点醒这病态的人间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，女来迟。